随着轻型车整车电动化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在自动控制与驱动系统方面，那技术的迭代升级也是不断的向前推进。传统的燃油车当中呢，常见的是真空助力器加上 ESC 这样的结构。那在电动化车型上已经被电液制动，也就是 EHB 啊、所完全的取代。那根据标普全球的数据2025年在中国市场电液自动 EHB 在轻型车当中的应用占比已经超过了54%。那我们具体的看就是 EHB 中的两种具体的类型 One Box 和 Two Box 对比我们也看到就是由于成本方面的优势以及国内自主供应链与供应商的快速崛起，那 One Box 在实际用量方面已经超过了这个 Two Box，并且这个差距还在进一步的扩大。那从未来的趋势来看，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以及高阶自动驾驶的发展，在自动系统当中要求踏板与自动执行机构解耦的这样的 ePaddle 的这个方案，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那支持ePaddle 这种方案的呃，至少目前有3种技术路线。那么第一种就是传统的这个 One Box，加上一个冗余的自动单元 RBU，再加上 ePaddle 这样的方案。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以博士的 DPP 或者是 BWA，再加上 ePaddle 的这样的 Two Box 的方案。那第三种呢是更加革命性的 EMB，也就是电子机械去掉液压的这样的一种革命性的技术方案。那在 EMB 市场应用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中国市场的表现也是快于之前的预期。那随着新一版的国标 GB 21675以及法规的放开，那在今年我们看到就是中国自主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在全新量产的产品上开始投放EMB 这样的技术。但是呢，这三种 ePaddle 的方案其实都要面对就是自动驾驶发展水平以及他们自身技术成熟度方面的一些不确定性。那这些呢，也给未来市场带来了新的市场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使用的话，并不单纯的去追求说一个数字上的抗拉强度，而是更看重强度和塑性的这样的一个平衡，保证碰撞性能的同时，还能够有足够的变形性能，不让它断裂。那这个平衡恰恰是新一代的 HSS、UHS 以至于极帕钢的优势所在。那在了解不同的钢材的类型会大概的用于哪些，零部件之后，那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的材料尖度的材料策略到底运用在不同的主机厂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横向对比了3个类型的主机厂，第一个是纯电新势力，他们没有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燃油车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呃，算是这样的一个积累吧。所以他们针对不同的 segment 的车辆的生产，他们更敢在铝和压铸件上做投入，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 B 型车和 C 型车，其中所用到的高强度钢也是占比比较大的。那对于一个整合了电池生产到整个车辆生产这样的一个巨头来说，他们的生产从 A 型车到 A 型车呈现了一个主要的还是在更高的、更高级的车型上会更多的使用，成本更高的或者性能更好的 HSS、UHS 和极帕钢。那对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全产品线的合资的企业，他们的产品从传统燃油车到混动到纯电都有，那对于制造体系的兼容性的要求可能更高一点。所以目前呢，对高强钢的依赖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B 型车和 C 型车，他们所用到的高强度钢也是比较高的。那对于3个主机厂这样的一个横向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对不同的钢材的使用的比例和技术风格的差异也是蛮大的。但是大家都是在往多材料混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只不过是节奏不同。